好了，那么今天小狼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传说中的《三国释厄传》啊，这个不对啊，应该说《西游战记》啊，这么一个视频啊。这次咱们做的是承诺已久的视频呢，小狼一直没有满足这个玩家的愿望啊。究其原因呢，就是这个录像突然间找不到了，但是有一天我发现我一个文件夹里居然保存着这个苍井空、武藤兰、饭岛爱以及这个录像啊，所以说我就终于做了一下。那这次的录像呢是来自于神西游打的这个《西游释厄传》群魔乱舞。也就是说，可以选什么红孩儿啊、什么大象啊、小银角啊这种类型的人。但是咱们呢，其实我想说啊，那些人不见得就那么好使。主要呢，还有一点，咱们本身吧啊，这个人是可以这个变身啊，咱们可以变身成为啊这个，比如说这个这些人，因为他们普通攻击呢很恶心，不如原版人物啊打小兵厉害。打 BOSS 呢是他们可能元神出窍，可能看起来稍微牛逼一些啊，也就仅仅有这么一个好处吧啊，我觉得是这样的。那这一次呢，咱们打一个这个群魔乱舞的教程，理论上来讲啊，如果说了解这款游戏的话呢，了解这个改版游戏的话呢，据说是要比原版的要简单。虽然说它的小兵的智商跟原版跟这个 Super 原版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血量跟这个不是 Super 的啊，这个是一样多。所以说呢，怪物呢显得又牛逼又肉。但是由于咱们本身人物也变得异常牛逼了啊，所以说这个咱们还是这个，因为咱们本身咱们还厉害，所以说游戏呢还是比原版比这个 Super 的版本啊还稍微简单一点点吧啊。当然呢啊，简单是简单，不了解你永远都不知道。咱们说简单呢，你要搁我说，我啥也不是啊。要我玩的话，啥也不行。但是呢，确实有很多玩家啊，就是对于这个群魔乱舞呢，喜欢看特色人物，但我觉得呢，并没有什么卵用啊。这次呢，咱们的这玩家呢是神西游，名字就叫神西游，然后他打的是孙悟空的这个最难啊，就究极难的这么一个一命通关，大家伙也是要这个擦亮眼球啊。那么在现在的同时呢，大家伙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小银角，这个小银角呢完全是可以越过的，因为那个大银角啊，就银角大王是已经被打死了啊。这个咱们你看那个头搁那儿呢啊，然后小银角呢要为父报仇，咱们也可以不打死他，然后用这个推佛像，然后用佛像把咱们给这个救走啊，就是不能说救走一个小乌鸦给救走啊。那么第一关马上就是金角大王。那么在片头呢啊，大家伙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或者是扫描这个，或者说是在应用市场搜索飞熊视频 APP， 可以在这个咱们的这 APP 里面小狼视频里面留言，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以及呢啊可以跟小狼这个互动一下啊，守护一下。那小狼没事也会关注一下啊。当然咱们可以看到现在呢这个嗓子呢没怎么恢复，不过小狼的这个心呢啊绝对是向着咱们玩家的啊。小狼这个心态非常好啊，因为这个等有朝一日啊这个嗓子恢复的时候啊，那小狼一定是要大杀特杀，好好的把这个解说工作啊做到最好啊。希望大家伙也能这个见证一下，支持一下。当然咱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第一关呢是平顶山啊，平顶山不是啊，咱们说这个莲花洞啊。这个实话实说，金角银角呢事实上个人觉得啊，金角银角呢虽然说作为这个太上老君的这个童子，但是他们是带着使命来了。不过你带着使命在游戏当中居然有小银角啊，神仙也动了凡心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醉了啊。好了，当然呢，第一关呢永远都是切入关，就属于那种就是比较简单的啊，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难。而且呢，咱们这个游戏其实可以选关的啊，关卡可以选择的。不过呢，好像咱们没有必要去选择。好了，这是一个超级必杀。咱们每一个人物啊都有一个超级必杀，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元神出窍，元神出窍呢是刚才就是一个大猴子可以怼出去，然后呢大元神出窍呢就是咱们的大必杀。这个大必杀呢是要消耗咱们所有的万啊，就是这个咱们说这个万，就是你看那个板开啊，就是那个万啊。消耗那所有的大万，就是你只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大万啊，才能练这个招，然后并且所有的气儿全没了，这个你才能练这个大招。这个大招呢伤血非常多，然后呢加分也是非常多吧啊。如果说有人想刷分的话，可以利用这个技能来刷分，分数呢是非常过瘾的啊。当然呢，这个分数其实并没有什么用，不过大家伙已经听出来了啊，我是硬撑着啊，这个嗓子，怎么跟大家伙解释呢啊？有说一说就哑了。说一说就哑了，而且高音上不去，然后呢还没有气儿，说一说没有气儿，就
不是刚买的药嘛啊，整点那个治咽炎的药，然后呢还这个补充益气啊，据说我这个脾胃还是有问题啊，然后还要补肾啊，整腰子啥的啊，这反正是小狼这浑身都是病啊，你说这种人。这个真是没谁了啊！不过人家说这个医者仁心，我就感觉这个医生啊，就黑我钱方面上从来不带人的是吧啊？好了，天干火。这个宝物呢，咱们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因为之前我解说过非常变态的这个《西游释厄传》之莫名其妙啊，就那个大伙我记得之前做过一个啊，那这次咱们做的不是很变态，以后呢咱们还有那个 remix 版啊 ，remix 版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版本，当然那个版本呢就没有那个没有变态版啊，没有那个超级版变态，但是也算是挺牛逼的吧啊，只是呢这个相对来说就比如说传奇私服，你们知道吧啊？比如说传奇私服，这个原版西游释厄传就是传说中的 1.76 版本，然后呢这个Super 版本的就180，然后呢这个寻梦乱舞呢就是185版本啊，再往后的版本那就是什么190，甚至是什么轻便啊、中便啊、超便啊那种啊，就那种感觉了啊，动不动就那么好几百级，甚至是好几万级那种啊，那就太嘚儿了那个啊。大家可以看到呢，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游戏它还是基于这个 Super 的一个改版，我觉得挺有意思啊。这个游戏因为它加了一个超必杀，也就显得这个游戏咱们新手入手啊可能稍微简单一点，而且超必杀触发的很简单，只要你有能量就可以。前期补能量也可以，你也可以在这个利用小红珠来补能量，包括呢利用这个1000分，所以说咱们这次呢打的速度也可以稍微快一点嘛啊！你看这个用小红珠之后呢，咱们就是超级打万，就完开一个元神出鞘，下上取消，再元神出鞘，取消掉。咱们可以看到啊，如果气儿快没有了之后呢，恰巧地下是有一个加气儿的这个1000分，如果有它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元神出鞘啊。然后呢，瞬间用这个不是元神出鞘，用这个乾坤10连斩，然后呢把当前的气儿全部取消掉，然后马上吃一个东西长满。因为你气儿长满的一瞬间，就是你气儿长满，你再吃那个1000分，它并不重置你的这个，比如说把你这个时间又加长了、延长了没有，而是只当1000分吃了啊，因为你气儿满了，触发不了那个东西。所以说咱们最好呢是把气儿给取消，这个大家伙应该能理解。来看看这局红孩儿。这样的话，有个元神出鞘应该就可以了吧？啊，气儿满，然后元神出鞘下上小红珠，这要捡起来啊，最多是能攒3个小红珠。这个版本当中，如果是无限气儿啊，咱实话实说，就是我记得玩这个《三国战记》，《三国战记》如果要是无限道具啊，就是很变态啊，很变态。西游释厄传，只要你无限气儿就很变态，只要你气儿是无限的，我靠！尤其是 Super 版本啊，那真没谁了啊。好啦，这第3关是车迟国斗法。严格来讲呢，《西游释厄传》这个，它因第3关正版啊，Super 的正版应该是第3关大水怪，也就是猪八戒的怪啊。然后呢，这边这么走的话呢，它关卡选择呢，如果你不选的话呢，它就是传说中的第4关，在这里呢算是第3关，因为在《西游释厄传》里面啊，不是 Super 里面的，它的第3关也是车迟国斗法，但是呢，这个个人觉得无所谓吧，一是本身可以关卡选择。2呢，正常我就觉得大水怪那关呢是要比这个第4关要简单，不第4关要难，比这个陆力、阳力和虎力要难啊。我觉得陆力、阳力、虎力呢就比较嘚儿。这个关的剧情呢，真的就是一上来就是斗法啊，它并不是说这个，它并不是一上来像咱们传说中这个，你像这个金角银角大王啊，金角银角大王它就是这个有剧情啊，先是大银角，然后小银角，再是金角大王。对吧？啊，这个红孩儿呢也是啊，给你一个对吧？一个讨好的剧情也有。这边呢就上来一个干啊，这个完全没有一个绕过啊，或者说选择的一个余地啊。大水怪呢其实也挺好，但是大水怪那关呢，严格来讲呢，游戏里面并没有一个，咱们原著里面好像没有一个所谓的大水怪啊。水里面呢，对这个应该说对这个取经团队威胁最大的，应该不是这个鲤鱼精，因为鲤鱼精呢属于啥呢？属于这个。灵感大王啊，他是在第3关里面，就是一会儿咱们就会看到啊，灵感大王。但是呢，据说最厉害的呢，应该是啥？应该是这个西海龙王的这个西海龙王的弟弟还是妹妹的孩子啊？这个
传说中龙生九九泾河龙王的儿子啊，就说那个里面是真是这个悟空啊，这个也是没什么招。当然又有一种说法呢，是这个悟空呢跟龙王关系非常好，他知道龙王的这个就是自己的朋友嘛啊，一直以来都非常帮助他，所以说他选择这个。对吧？啊，用自己用他们自己家的人来办自己这个事儿啊，给足了这个龙王的面子啊，可能也是这么一个这个事儿啊。就最后你们看那个西游记续集里面不是那个对吧？龙王大太子就演西游记后传里面孙悟空啊，对吧？演西游记后传里面那个孙悟空那小子啊，龙王大太子，然后这个收掉了那小子啊，就这个意思。反正我觉得吧，这个。作品呢，看怎么演绎啊。这个游戏里面呢也挺有意思。这里面呢，咱说这个车迟国斗法呢，它并没有一个，这个斗法的内容啊。正常来讲呢，它应该把游戏设置稍微好一点。陆力大仙是什么？陆力大仙就是那种就是可以在那个油锅里面啊，可以，因为他身上有一个冰龙啊在罩着他，他在油锅里面呢炸着就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阳历呢是可以掐指一算啊，这哥们儿是属于就是有点像那个咱们说那个周朝啊，就是咱说那个《封神榜》里面啊，周朝里面不有一个周文王啊，对吧？占卜啊，占卜星象啊，哎，这周文是这个算卦啊，然后那个周公就是周公旦啊，这个周公啊，周公他是这个算这个解梦啊，周公解梦，反正都是神人啊。这个阳历是算卦的，然后虎历呢就是传说中这个可以砍头啊，可以这个。可以招雨，所以按照我的来说呢，如果假设啊这个游戏设定的话，这个老虎呢，不要把它我觉得最好不要把它设置成这个什么属性的啊，不要把它设置成这个传说中这个金属性啊，它不是金属性啊，它是木属性嘛，应该是啊，金克木啊，这是龙女的关系，它是木属性啊。这个老虎给它设置成什么属性啊？设置成这个金属性就好了。啊，金生水是不是啊？金生水这个，反正这个意思啊，它能招雨，然后又能砍头，它有2条命。然后这个油锅里面那个鹿呢，对吧？不怕冰啊，对吧？你或者说对吧？有这个不怕火啊，不怕油锅炸，然后有这个冰属性啊。这个然后阳历呢，就是可以掐指一算啊，反正就是各种引申就行了啊，就这个意思。当然呢啊，没有必要。我觉得做游戏呢，反正是要是我设计游戏的话，那游戏确实玩的好玩啊。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游戏制作商啊，想要找我来设计一下。但是我想说，现在这种单机游戏或者街机游戏啊，太落寞了，赚不着钱的游戏谁做呀？是不是啊？都得是做网游，能坑着钱再说，是吧啊？所以说在坑着钱的基础上呢，小狼还是一样的牛逼，哎，这个意思啊。好了，这果然是第4关的走这个大水怪这关。第4关的这个所谓的水怪吧啊，我倒觉得呢，并不是专业的，因为它这里面有什么呢？有这个海胆王，海胆王不是海扁王啊，这个海胆王就是你懂的，浑身是刺儿啊，这哥们儿就是号称水中的刺猬啊，刺猬，反正是这意思啊。大水怪啊，不是这个，应该说呢，这个浑身带刺儿的哥们海胆王啊，应该说对于菜鸟来说，有的人很不会打，有2种打法，一种是拖屏幕的打法，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跟他硬刚，硬刚的话呢，有一些这个硬性的道具啊，或者说用这个浑身，就是因为有这个气儿嘛，可以用一些这个无敌的招式来打他也可以。咱们看呀，这个各种海胆，中间有个大海胆王。这海胆王我看起来有点像就各种这个牛逼的行星那种感觉啊。好了，这是直接一个过来，那边呢是这边的小刺儿呢是有一个群体攻击，咱们就不去考虑它啊。好了，乾坤10连斩的攻击力还是非常不错，一个加气儿满，这个隆咚。原神出窍很简单，很多人一直说小狼啊，我玩《西游释传》我就觉得发烧太难了。现在呢，一是咱们有这个简化版，二呢，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啊。原神出窍呢，就是前正摇手，就前后下前手，就是原神出窍啊。然后呢，后下前后前手就是那个冲刺必杀啊。现在简化呢变成上下了啊，你可以选择上下走啊，也是比较简单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啥呢？还有一点就是其他的招呢，我觉得也没多难吧啊，变小就是左右，然后再就是依靠一些道具啊，跳正摇手，那都没什么说的啊，很简单了啊。好了，看一下灵感大王金鱼精，金鱼精呢是观音大士养的一个宠物啊，说是宠物呢，其实就是一个妖怪啊，咱实话实说，就是这玩意儿你咋说呢啊？好了。
捡起来元神下上，乾坤十连斩，撩起来一个赐福，然后可以加气儿。好了，放了一个蜜啊，把气儿加满。这个蜜其实就是杨幂的蜜啊，就是爱的供养啊。蜜就是隐身衣的意思啊。然后咱们其实还是一样，下上呢是可以伪无限连，但是它这样的话是这边呢是水克火。这个孙悟空呢是火属性啊，所以说水克火的话，孙悟空就没招了啊。当然咱们有灭，可以把这个给灭掉，然后玄冰斧下上，基本上这应该是差不多了。最后呢是放一个超级大元神，这个超级大元神血量是非常非常厚的啊。然后当然呢也是需要大家伙呢这个记住啊，它的发射的方法好像是前正摇 BC。其实呢，我是什么呢？我是设置一个什么？设置一个爆气的设这个长气的键子。比如说我设计一个键子是 U， 啊，键盘上设计一个键子是 U， 然后呢，只要前正摇 U 啊，就不用前正摇手是元神出鞘，前正摇 U 的话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大元神出鞘啊，也是跟元神出鞘练的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按的钮不一样啊，一个是按 A， 一个是按 BC， 好像是啊，反正我就调成 ABC 啊，就反正这正常长气儿呢这么用就可以。来看啊，马上是大水怪。这个大水怪呢是菜鸟杀手啊，它有2个形态，一个是2个小水怪合体成为一个大水怪。但是在《西游记》原著当中，如果说真是2个水怪的话，莫非是巴布尔奔是吗？啊，传说中这个怎么说了啊？什么呢？怎么的说巴布尔奔波尔霸啊？反正是到底是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我不清楚啊。反正看那个电视剧里面2个人长得都非常可爱啊，一个是白鲤鱼，一个是黑鲤鱼。好了，果然是2个小水怪，你看果然是一个红的，一个这个灰色的啊，效果差不多。打到一定血量之后呢，就合体了，强制合体啊。一个水怪把另外一个给吃了，一个水怪把另外一个吃了，然后变成一个大水怪，我觉得挺残忍的啊。哎呦我去！这是老僧是有8个徒弟是吗？啊，大徒的名叫奔波了霸，二徒名叫巴波了崩是吗？啊，三徒弟名叫僧3点，四徒弟名叫点3僧。这个叫什么叫玲珑塔是吧？啊，反正就这么个东西啊。我记得以前我还专门研究过这个传说中这个玲珑塔这个。后来觉得寻思算了啊，没有那个必要，也不是干那个职业的，是不是啊？当然，最近呢也是好长时间没练了啊，这什么各种绕口令、顺口溜啥的。来看看现在这个大水怪，其实也是比较恶心嘛啊！这大水怪呢血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一旦呢不能比如说不能秒它，或者不能打它太多的血，你摸它一下，它都练大招；摸它一下，它练大招，那么它长时间就是无敌的。然后你呢？他那大招还是全屏的，你要么呢就是利用一些无敌的招式躲过去，要么呢就是 AB 闪身抡过去，要么呢就是放宝，或者呢就是或者就是挨干啊挨打，一下也不少血啊，你懂的啊。好了，看看这里面是第4关已经通关了，接下来的关底呢是有盘丝洞，然后老鼠精，先是盘丝洞，然后呢再是盘丝洞，然后狮驼岭。无底洞，最后呢再是火焰山啊！哎呦，这个唐僧啊，大嘴啊，李大嘴儿。来，盘丝洞呢，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上来在一个可以飞行的山当中啊，咱是有点微有点看不懂啊。这个不知道这个筋斗云难道这么大吗？啊，这是筋斗土，这是啊。好了，直接落地。这一看到这个游戏，我就想起很多蚂蚱子啊，这个小蝗虫啊什么之类的啊。据说我们这个东北啊，有很多人吃烤串的时候愿意吃这个蚂蚱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串儿烤着吃啊。我这个想想啊，这个你等会儿我先吐一下啊，就是但是事实上好像历史当中真的是有吃这个蝗虫的啊，因为啥呢？这个那时候闹蝗灾是因为啥呢？因为这个咱们实话实说啊，说这个人呢这个。比较嘚儿吧啊，咱们这个人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据说啊，说老天爷为了就是惩罚这个当皇帝的不好，然后呢不作为，就是让民不聊生。你说这什么逻辑？皇帝当不好，然后呢闹灾，然后吃亏的是人民。
什么混账逻辑啊？就咱实话实说，就是说，你看啊，你比如说国家领导人犯错误了，然后呢，这个神啊，所谓的这个神，为了惩罚这个领导人，然后呢，然后结果那个闹灾，我操，真是。这个逻辑啊，真是我都醉了啊！反正是啊，但是呢，历史当中据说有记载是这么回事啊，反正是迷信信这个。皇帝呢说，哎呀，是我做了一些什么不好的事儿了，完事儿这个皇帝急了啊，皇帝就开始这个检讨一下啊，罪己诏啊，或者说是这个，反正有一个皇帝是哪宋朝还不是哪个皇帝啊，还是明朝哪个皇帝，反正闹蝗灾怎么办呢？这个他呢带头去吃啊，当着这个文武百官啊，加上一些这个人一些这个。传说中的居民啊，你懂的啊，不是公民啊，然后当场吃了这个黄鼠，据说还挺好吃。然后呢，就流行了吃这个。但是我想说啊，这个，这玩意儿吧，咱说是有没有营养？严格来讲呢，生物吧都是有营养的啊。但是咱不能说它到底有多大营养，反正是你不吃也没事儿。反正我觉得挺恶心的，最好别吃啊，就这个意思啊。反正一说起这个历史呢，小狼就是心生不忿，多嘚儿吧啊！最近我就是看了个新闻，说这个故宫300年的铜缸被情侣刻字啊，这真是咋说呢啊？真是醉了啊！就是毁坏文物。但是我想说啥呢啊？咱说正常的文物啊，咱实话说，要是正常说旅游，我就觉得在自己的国家旅游，除了该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之外，你不应该加收门票钱，这个东西，大伙应该支持我吧啊！你比如说，咱是假设有一个西游记的遗址啊，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当时这个对吧，玄奘啊，真实的这个玄奘，然后取经啊，是吧？记载当中据说有几个啊，长得非常瘦小的，一个非常胖的，还有一个长得胡子拉碴的啊，就是骑个马，然后反正就是这么说的意思啊。这你整点什么遗址什么的，你收费，你说真是目的就不纯了啊，就找不着当初那种纯劲儿了，是不是啊？你看咱们看那个什么，咱们看那个这个叫什么西游，还不叫西游啊，叫大话西游啊，大话西游里面是周星驰吗？对吧？周星驰里面第2部里面这快结尾的时候，这不是变为齐天大圣了之后吗？这个唐僧也不那么啰嗦了，不是那个地方，据说是有，就有是那个地方啊，是有一个什么，有个导游啊，就是那个菩提老祖啊演的啊，导游，导游居然就在遗址那导游啊，你说没谁了啊，反正这个意思啊。哎呀，反正我觉得就是旅游业啊，不管什么业啊，都是也好啊，就是完全不要考虑就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应该改版了啊。但是这儿我也不知道该说些啥。但是跟我来讲，就是这个蜘蛛要出来了啊。最近呢，这个脑瓜有点缺弦儿，反正唠唠嗑就跑题了啊，大家会能理解。这个蜘蛛呢，《蜘蛛经》里面要跟大伙儿讲解一下啊，在《西游记》里面讲解就是母性啊，也女性，应该是雌性最多的一个篇章，应该除了女儿国就是这个蜘蛛了啊，里面有很多女性啊，这些女性说句实在话啊，也不干什么坏事啊，她也没想到要吃这个唐僧啊，她不知道啊唐僧啊，只想吃和尚而已啊。这猪八戒还想吃了呢，后来让八戒把衣服偷了，不是这个让孙悟空把衣服偷了，八戒最后变条鲤鱼是吗？看那个看连续剧，反正这里面呢，我就小的时候吧，我就是毕竟小时候也非常懵懂啊，尤其是上初中的时候啊，刚刚的就是多那么一点啊，就是有一点成熟了啊，就看那个肚脐眼那冒那个丝，哎呦我去，小时候觉得挺嘚儿的啊，这都是故事，哎，都有没有跟我一样想法的啊？就是这个情况啊，有各种香艳的地方。小时候我看那个《水浒传》，这个一到演那个哪儿的时候，一到演那个就是武松的时候吧，我家里人就说：“哎呀，那个小潘啊，还有那个西门啊，他俩的故事我就别看了啊，写作业去吧。”我说为啥呀？啊？我说你看这个武松他为什么要杀西门庆，斗杀西门庆？为什么，对吧？这我得知道啊！你不知道，你说我看他干啥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啊，这个小时候有很多这个地方都没看全，长大之后偷摸去看啊。当时会上网的时候啊，果断那时候，找个电影啊，对吧？看一下啊，是吧？弥补年轻的时候啊。但是呢，看着就误入歧途了。其实本身看那个西门庆啥的没啥。对吧？潘金莲啥的没啥，那正儿八经《水浒传》嘛啊，后来就拐到《金瓶梅》那儿了啊，什么蜜桃成熟时啊，什么灯草和尚啊，
看到这儿了啊，这看到这儿大家伙都了解了啊，什么这玉女心经啊，这对吧？玉蒲团啊，各种不控制啊，这个事儿大家伙也了解啊。都是过来人，就别装了啊！你搁那偷摸笑，我还不知道你啊。来看看现在呢，这关是大鹏王，是《西游记》当中纯正妖精啊，纯正的妖精里面，这个应该说纯正的妖怪里面啊，它应该是最厉害的之一啊。应该说，除了这个九头狮子啊，它的攻击力没有九头狮子高，但是它的速度绝对是领先。就搁咱们现在说啊，敏捷比这个九头狮子高，但是论这个法力和力量呢，是没有九头狮子厉害。这两个这些妖怪啊，都是这样的啊。但事实上呢，我倒觉得呢，这个按照这个游戏里面讲，就上来大鹏王就死了，多嘚儿啊！然后是白象风为面，最后又是那个传说中的狮子。这个狮子也是大闹过天宫，每次我都讲啊。但是这个狮子呢，并不是大闹天宫，它是大闹南天门啊，北天门闹不了啊，只能闹南天门啊，这最弱的一个天门。咱们说啊，东方属木啊，西方属金，北方属水，南方属火。北方呢是真武大帝啊，这个所以说这个非常嘚儿吧，就是啊。咱们说不管是什么四方五老啊，还是三清啊，这个咱实话实说，像这些人呢，不一定，有的人不一定法力高强，但是有的人确实啊，这个应该说德行非常高啊，德望非常高。这里面呢，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动物界里面呢，以这个麒麟为首啊，这个路上以麒麟为首啊，天上以凤凰为首。这个凤凰呢生这个大鹏啊，凤凰生这个孔雀和大鹏，孔雀呢是和如来佛发生了一段纯真而又美丽的这个吞食之恋，然后呢就变成了佛母，最后他的弟弟变成了这个舅舅嘛啊。而每次都讲这些故事，我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啊。大家伙可能一直看这个，你像有很多小伙伴们啊，现在看《西游记》，觉得正常来讲呢，可能现在咱们这些小伙伴如果要看《西游记》的话，你看这个看这个老版的，可能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但是你要看新版的呢，还过于残酷啊，非常嘚儿了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好了，这是火克金，也就是说咱们克他的话，长气速度是非常快的，并且没有小兵啊。然后元神下跳长起来，好了，这样的话可以练大元神啊。元神叽个隆咚下上手大元神，好了，果然没死，居然施个剑克死他之后呢，咱们就可以直接的把阵破掉，然后一会儿出门就可以了啊。这边咱们说火克金呢，其实也就克那么一下啊。除了咱们的攻击力能增加之外呢，遁入幻境呢，也就是在这里面吧啊，在这个咱们说这个老大象里面打这个狮子呢，没办法，它还能变成咱们的这个人，多嘚儿啊！看不看见这个孙悟空刚才的这个 AB 血杀是在耳朵里面把这个棍子撑大，然后咱们说对吧？咱们是这个打怪。但是咱们说，很多人说这个无孔不入啊，咱们大家伙算一下，人到底有多少个孔啊？咱们算算啊，多少个眼儿啊？首先2只眼睛，对吧？啊，2个耳朵啊，1张嘴，然后呢2个鼻孔啊，1个肚脐眼儿，1个嘟眼儿啊，还有1个嘟眼儿啊，这就是10个了吧？啊，这就是10个吧？啊，反正是。大家伙不要笑啊！说的就是你啊，你们不要，我说的是啥啊？一个是好心眼儿，一个是坏心眼儿，哎，你是不是想歪了啊？这听到这肯定是有人想歪了啊！说这个小狼你说太就是脏啥？你自己脏啊！我说的是好心眼还是坏心眼？你看我就是好心眼，好心提醒咱们各位啊，这个一定不要误入歧途啊！作为一个年轻的小孩子啊，就应该本分的啊，好好上学，天天向上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要老想着什么隔壁什么那个前后桌的什么小丽呀，什么后座的小美了之类的啊，这些什么对吧？这些羞的事情啊，对吧？什么嘴对嘴的碰撞，什么衣服的爆裂之类的啊，你想这些东西，那就太对不起小狼了，是不是啊？好了，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只树怪，这树怪很恶心啊！
在这个西游里面呢，其实有这么一个树精和性，有个叫性仙啊，性仙，据说也是跟唐僧有一些不明不白的关系啊，据说是有，但是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啊。这个三藏法师一行人，这个应该说都是除了这个八戒啊是正儿八经娶过妻室的啊，然后这个沙悟净据说啊是跟王母娘娘有一段纯真而美丽的偷情之恋啊，据说是这样的啊，哎，不要虚啊，这个。据说是，反正是有野史是这么讲啊，但是说你要是不能说野史，应该说野部资料啊。你说野史了扯，哪有历史啊？全是假的啊，全是假的。然后再有的就是啥呢？这个你孙悟空，你想当年孙悟空这把七仙女灯定啊给定住了，然后去吃桃子，你说这种人，哎呀，要不说猴子偷桃打这儿来的嘛啊？再就是啥呢？再就是那个。龙马呢本身呢他有一个老婆，但是呢还没娶过门就跟人跑了，说明这个小白龙啊，这个龙马应该是反正有点事儿，咱这个东西啊不要虚，哎，有点事儿啊。然后这个悟空当然龙马咱们也说了，然后再就是八戒人正儿八经有老婆的啊，首先有一个老婆叫啥？叫栾二姐，对吧？啊，这大家伙儿可能不了解，栾二姐就是一个蛋，你看正上方有个蛋啊，就是一个蛋成精了，叫栾二姐。但是你懂的，一个蛋，要么就是孵出一只小鸡儿来，啊，或者孵出这个生物来，要么就是坏了啊，让人吃了。所以说栾二姐呢跟猪八戒呢并没有什么这个缘分啊，可能当夫妻也当不了多久。后来就有一个老高家的闺女啊，你们懂的啊，高家闺女叫什么啊？叫高尔基，高尔基，反正是这个意思啊。好了，打这个。咱们看啊，这个如果要什么道具都允许使用的话，打这个 BOSS 并不是很难啊。正常来讲呢，咱们打 BOSS， 像打这些 BOSS 呢，都是利用一些气儿，比如说元神出窍，或者说利用一些什么利用一些大元神，比如说最后让他大元神去抠他们，很简单的啊，很简单。括弧就是我说是这么说啊，但你们必须得有一定的手法和对这个怪物的一些理解，利用一些地图啊，利用一些走位啊，可以躲过一些攻击。就你玩的时间长，游戏就简单啊。真正难的呢，我觉得这款游戏真正难的就是，如果要是进道具的话，啊，我觉得是真挺难的啊。如果要是进道具的话，就尤其是你想想啊，尤其是没有加湿器，对吧？你没有加湿器这一个，再有人没有灭，那有的时候也，你像你打那个大幻魔，不会打就是不会打，所以说呢，还是有很大的技术层面关系啊。大家伙也是可以理解。这关呢就是传说中的蜀精逼婚记。老唐啊，应该说在西游里面啊，应该说其实有很多姻缘嘛啊。实话实说啊，咱们看这个如果说妖精和人这个成亲了啊，可能有的时候吧，你看这个唐僧，你觉得唐僧跟这个鸳鸯双栖蝶，你跟他吧，你就觉得就是很正常的一种恋爱关系。你要说跟这个兔精、老鼠精、琵琶精、杏仙儿也能强一点啊。你跟这些你就觉得有点不伦之恋啊，就人妻什么温泉就是不伦之旅啊，什么之类的啊，什么夫目前犯啥，你就觉得这不好不妥，你觉得恶心啊，恶心想吐。但是事实上呢，咱们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就是蹦蹦蹦砰蹦蹦蹦砰吼吼，就这个啊。对吧？是谁在？就那个，你觉得哎，很正常，因为你觉得漂亮，对吧？你觉得这个它好看是吧？啊，那你好看呢，那还扯啥呀？是不是？那你好看，对吧？就是所以说颜值还是很重要的。你就说老唐的颜值，你说老唐是一个得金蝉子转世，啊，实是修行的好人，对吧？长得像那个这个江南七怪里面那个柯镇恶。你会发现那女儿国国王跟傻子似的，那精神病我要是女儿国国王，我就赶紧走啊！开关放人，来通关问题拿来给我，赶紧走啊！你走我好洗眼睛，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个颜值还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要是那个啥，如果是你要是那个。你要是长得像唐僧那么帅，就长得像张文远，就是唐僧那个演员啊，和这个就其中一个演员啊，连池中瑞不算啊，还有汪月啊，咱们说那个这个徐少华啊，这个你懂的啊，他如果要是和对吧，这张辽是吧，他如果要是长他那个样子啊，那妥妥的啊，你搁现在你这个颜值都高，对不对？咱们想想啊，是不是？颜值很高的啊。好了，这个地方呢是为了杀小老鼠。
过关的方式呢，就是杀死所需要的小老鼠，杀完了之后就可以通关了。所以说呢，这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放火云刀。一般很多人都是在这放火云刀啊，或者说是你可以自己打也可以，但是被老鼠刀一下，血量虽然说不多，但是呢，你要打死很多只老鼠啊，就非常难了啊。好了，鼠精逼魂记，这个老鼠精呢，咱们每次讲解都知道啊，他的干爹呢是这个托塔天王啊，晁盖啊，这个后来呢，晁盖呢这个死掉之后呢，又跟了宋江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晁盖啊，就是不是晁盖啊，就是这个李靖啊。这个李靖呢，实话实说，最开始啊是郭德纲的师弟啊，然后这个这个意思啊，咱们不说废话了，就是啥呢？就是这个哪吒三太子呢，就是他应该说是这个干哥啊，就你懂的，干哥就是这个名字啊，干哥干爹都是跟干妹妹啊，就干妹妹和干妹妹，它同样是一个字，但是效果就不一样了啊，你懂的啊，就干女儿和干女儿它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这里面呢，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你就是妖精，为什么有的妖精想要跟唐僧成亲？因为这个妖精吧，他跟唐僧这个有的为什么要吃唐僧？因为他想长生不老。有的为什么他想要跟唐僧成亲？因为你想想啊，这个唐僧呢，他也是个人。说这个人呐，身上当中，男人身上什么东西最重要？对吧？一滴精等于10滴血，对吧？这唐僧肉都可以，对吧？长生不老，那然后，对吧？就是口活是非常好啊，就是对自己的口活非常自信。就这个事儿吧，你懂的啊，就是，就是点到为止啊，就是你就能懂就懂，不懂你是不懂你我也无所谓，反正是啊，谁会爱上谁呀啊，对不对？来看这边的老虎，这老鼠呢打不了多少血，它就跑了啊。好的，练超必杀就可以了。大哥干啥呢？何苦来呢啊？闪光，超级大这个瞬身之术啊，卡斯么信的不是这个结印和发音方式啊，就是瞬步啊，瞬身止水啊，就是速度非常快啊，这个意思。来看看这边老鼠的第二个形态，但是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的啊。这个老鼠呢，基本上包括这些小兵也是非常配合啊。这些小兵呢，他会抱这个小猪，然后也会抱这个加气儿的。抱这个加气儿的就牛逼了啊，那就是正好一个加气儿的这个配合咱们的这个气儿。看看呀，捡起来再下上，每一个这个小兵啊，都有一个有1000分的东西。啊，这回没有，很恶心啊！下上隐身，然后直接一个小红珠，因为红珠已经满了啊。原身，哎，刚才如果原神出鞘打中之后呢，会下上勾回来，再元神躲一下，元神可以练超必杀了。但是还是没有死，玄冥府。哎，这老鼠太瘦了啊，精把瘦啊！老鼠这不是精神病一样。来看看这关过了之后呢，马上就是最后一关。这关呢就是老牛的一家人啊。老牛，咱们说啊，说这个牛为什么是《西游记》当中这个妖怪当中啊最出名的啊？你像那个大鹏王，谁都不知道。孙悟空他知道牛魔王，他不知道大鹏怪，对吧？他也不知道什么狮驼岭的那个狮子，啊，他也不知道九头元圣，谁也不知道，他知道牛魔王啊。虽然当然也是结拜啊，而且大家伙也是看原著知道牛魔王的这个本领啊，也是非常高强。牛魔王也是非常牛逼的啊。但是呢，牛魔王这个为什么说是一只牛呢啊？其实现在呢，咱们现在来说，你看啊。咱们说这个印度呢，这个佛教呢来源于这个印度啊，曾经说是一个王子叫乔达摩悉达多啊，叫释迦摩尼，他呢就是传说中咱们说如来佛祖，就是现在佛啊，因为这个过去佛呢是燃灯古佛啊，现代佛呢是如来佛，未来佛是弥勒佛，也就是掌管东方的这么一个佛祖啊，东来佛祖。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咱说这个佛教呢是来源于印度，但是印度呢佛教并不是，就是咱们说咱们国界叫印度呢有一个叫印度教啊，它的神仙一共有3000万个神仙，你想想。就是咱们假设咱们中国现在有17亿人口啊，就是17亿人口呢，就是有3000万是神仙。我靠，我没谁了啊，就是几
好了，刚才有点卡，然后这个突然这个崩了，然后我从这个录像的源头啊，从这个刚才衔接了一下啊，不好意思啊，这个确实很郁闷啊，一下子没整好。然后咱们看看这个，不过不要紧啊，话题不会断啊，说这个印度教嘛是国教。这个咱们看一下，这个印度呢曾经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然后英国的殖民地呢，这个后来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传说中的这个巴基斯坦啊，就是穆斯林。那一个呢是牛是神啊，牛是就是特别尊重啊，大家伙非常尊重这个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就是不能吃猪，然后可以吃牛肉啊，就是你想想啊，很恶心啊，就这个地方，据说在印度里面，一只牛挡在大马路中间啊，然后躺在那儿，你就是。你都不敢去叫醒，估计就是顶多也就是过去把它叫醒，然后看看能不能给它移步到边上啊，然后再敢开过去，否则你跟他等着啊。然后呢，你看这个在穆斯林里面就天天咱们一直吃什么拉面啊，牛肉拉面啊，反正这个意思啊，就是随便吃。但是刚才确实很恶心啊，我说着发现怎么录像的这个标志怎么变黄了呢？正常应该是红的啊。结果发现这个磁盘不足，然后这个以前录制的视频啊量太大了啊，所以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啊，大家伙儿能理解啊，就是一定要理解一下啊。来看啊，这边呢牛魔王呢在这里也会所谓的72变，这个很多人理解不了，这个很多人认为啊72变就是地煞72变，其实也分为很多种啊。你比如说道家的有道家的变化之术，佛家的有佛家的变化之术。这个所谓的变化之术呢，它并不是一定会变成什么东西。你比如说变化，就是这个变成变化呢，其实就是72变当中的一种。包括你像这个，你比如说像这个，你比如说像孙悟空的孙悟空的这个变啊，它可以变什么呢？可以变成这个，比如说催眠也是一种一种术，驱邪啊，这之类的东西啊，反正这个意思啊，但是呢，你再怎么地呢，这也是一个小说啊，它主要讲的呢是以这个神魔小说为体制啊，讲的这个一些，对吧？这个一些，比如说一些，对吧？讽刺啊，对吧？一些这些东西啊，也就是这个意思，大家伙能理解就行了啊。毕竟呢，作为一个明朝的作品，当时啊，这个官场也是非常灰暗啊。好了，超级大必杀，天罡火。一个大必杀，你看多少血？天罡火的血量大家伙都了解啊，血量不是很多的。然后这个一个一个超级大必杀血量是非常多的啊。好了，走到下一个地图当中呢，就是火龙，一个火龙，然后再加上传说中的幻魔，就是最终的 BOSS 体。其实呢，跟 Super 呢也就是一样的啊。咱们这里呢是进了变身，如果要是再变身的话。又有那个小红孩儿的话，那就太赖了啊！那个红孩儿的话，就是原神出鞘是整个这个游戏当中原神出鞘最赖的一个，它可以贴着自己身体的无限的这个爆炸啊，就是三昧真火的爆炸啊，那真是没谁了。好了，卡住小蝙蝠2波，然后等火龙。火龙呢是真的是从这个火海里面啊这飞出来的。火龙长得也非常可爱，这个火龙就是正儿八经的那个西方的龙的模样啊，它跟咱们东方的龙不一样，长着蝙蝠翅膀。龙正常，咱们说龙能飞呢，它并不是有翅膀就能飞，它自己本身就是龙腾啊，它自己能腾飞。然后这里面长翅膀，然后这个3爪金龙啊，也是没谁了。好了，一顿下跳，长气儿。哎呦，这火龙！好了，一顿元神，回身再元神，下跳。一个气儿呢能练3个元神啊，能练3个元神，然后马上再怼出去，元神勾一下，再元神回身。好了，直接一个冰扇啊，一个冰冻扇，然后就给人怼死了。大哥吃不了水呀啊，饿的啊，你说说。好了，跳下去之后呢，再来到。就是最后的这个火焰山这个幻境地图，你看啊，形容一个地方热，就可以把这个屏幕啊给你整的稍微晃一晃，有点像幻境啊，又有点像这个热啊，这个空气当中这个太热了之后呢，空气就是这个介质啊，就这个光线传播都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你们懂的啊。来，马上就是游戏当中的最后的环节。最后的环节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如果你不会打，死多少人都不够死的。如果你会打啊，这个唯一的这个难点就是你时间。
时间费的特别，就是你特别费时间就是了啊。如果说，有没有什么特别暴力像秒杀的啊？我想告诉你，其实没有啊。好啦，一顿鸡个隆咚，再满气儿，一会儿就是大蝎子啊，大蝎子幻魔，蝎子长得太帅了。2个元神，然后再回身元神过来，直接超级大元神。放超级大元神呢，这个不一定会百发百中，但是如果要是对方倒地起身你练的话，因为地图上没有你作为目标，所以说他不会练一些，不会练这个眼睛。他练这个唐僧练这个眼睛的话呢，他就是无敌的啊。所以说练这个招的时候呢，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好了，我们可以看到打幻魔呢还稍微的简单一点啊。幻魔再练一个元神。好了，时间不是时间没有啊，正好再练一个超级大元神，放一个蜜，然后再一个红珠。可以看到在这里你把红珠完全浪费掉了啊！元神出鞘，然后再元神超级必杀，没练。好了，在这个地方长气，大眼睛放激光。其实现在只要一个元神就死了，但是好像咱们要卡蝎子了啊！元神，然后扔出一个宝。咱们看现在还是满血，看看怎么卡蝎子，能不能卡住啊？跑过来，然后再往右一跳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卡住这个蝎子啊。抓住的话就惨了。咱们看看能不能卡住啊？卡住了，好的，卡住蝎子的话那好了啊。一顿小宝，像什么小照射镜啊，这个什么。包括这个小冰扇啊，都是非常厉害的啊，就专门是针对这个幻魔用的。一顿照射镜，放射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快一点啊。一个蜜，一个阳蜜啊，然后再长气儿长满，下跳一下超级大元神，再一个照妖镜，然后呢直接给它射成了传说中的遁入幻境，然后咱们用灭给它灭掉就可以了。但是也有一种打法是禁灭的啊，不用灭，在这里面也把他们大幻魔打死。但是咱们时间这个也是非常够啊，就无所谓了。13个玄冥斧加一个施恶剑，正常也能打死啊。刚才的血量也是打得够多了，所以说不用了啊。最后呢，看一下唐僧从幻魔里面爬出来，最终的剧情也是到此结束。实话实说啊，反正解说这种闯关游戏呢，时间也不短，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可能会聊闲啊，可能会这个多的这个讲解一下啊，就是说白了讲点小故事，或者说头脑发懵，大家伙能理解就好了。在最后呢，时刻呢，大家伙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够这个点击右下角的订阅啊，这个赠送这个小狼一个订阅吧啊。历尽千百劫难，取经东来，如来加生为这个丹禅功德佛啊，禅丹功德佛啊，花果山。好了，那么最终呢，咱们也是封为斗战胜佛啊，一个佛教当中这个非常有这个话语权地位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啊，没有职位啊。那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